A9，我在想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讲很明确的放弃。这个手牌慢打很合逻辑啊，他不怕河牌开高牌啊，开 A 更爽，对不对？我觉得河牌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大尺寸下注，小尺寸的下注我觉得不符合逻辑啊。当然你今天踢脚越好的时候，选择的下注尺寸越大，因为对手跟注的时候你赢率更高嘛。20个大盲有效，大盲位 A4 不同花对上 CO 位，你考虑到 ICM， 就算它范围很宽 ，A4 也绝对不会是欧赢的范围啊。你说同花 A4 还有机会啊，对啊，但是不同花的 A， 我在想 A5、A8 以上很合逻辑啊。A5、A8 都已经是一个很宽的范围，我认为是很宽的范围。而且 A5 跟 A8 在这个情况下了不起，就是跟注的几率一定会比加注来的高，所以我觉得更合理应该是什么 A9 不同花以上 ，A8 同花以上。考虑到 ICM 的话，而且他今天要炸胡的话。我觉得啦，他刚刚那个情况下，他要炸胡的话，对手加到2个大盲，他加到6个大盲，我觉得这个就够呛。CO 位的玩家看到你20个大盲加6个大盲，你觉得他炸胡会来？不会来。你能够用6个大盲去偷下这个底池，你为什么要冒20个大盲？而且你的手牌也不适合啊。你的手牌不是说不行，我要看5张啊，今天我的手牌 all in 会比较好，我觉得不是。免费锦标赛都打不赢了，你也不用想打贵的比赛啊，这是很真实的一句话，对吧？大牌就是这样啊！你如果很多玩家会说我打免费赛玩家都乱玩，所以我都会被搞死不是玩家都已经乱玩，你还被搞死人家认真玩，你还会被搞得更死这边的1对6，我觉得就会好很多，不像刚刚那个什么 A4， 对吧？都是大盲对上 CO 嘛，这是2个不同的事情。第一个，这个1对6，基本上你不想要看到任何的翻牌，然后你又大幅领先，那你当然是 all in 的期望值会比较高。但我觉得稍微差了一点的状况是小盲位跟注，我觉得小盲位跟注是让这个66的 all in 不直觉原因是因为小盲位跟注甚至是会有77、88、99，所以其实这个是蛮危险的。我有可能会认为，就算 CO 位弃牌了，并不代表你可以直接赢下这个比池，因为他还是潜在的有机会被小盲位的对手跟注。他刚刚在这边的话 all in，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但其实它是比想象中还要再接近一点。那如果小盲位没有跟注的话，当然这是一个明确到一个不用讲的一个手牌，是手1对7在这边应该是平跟也可以，直接欧也可以。小加注2个大盲、3个大盲加注我觉得也可以。越小的手队会越偏向直接欧赢。我觉得1对7没有到特别小，因为对手在大盲位还是有可能有2张7以下的手牌，所以我觉得比较明确的欧应该是1对5以下，应该永远都是只有欧赢。不会有一个平跟或者是加注的选择，但我觉得1对6以上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这边是几个大盲234，哇，1对6直接弃牌啊！我认为1对6在这个情况应该可以考虑 all in 我觉得66以上 AJ 加，我觉得可以直接 all in， 再加上这个是玩家3次下注范围很高，我觉得至少跟注吧。我觉得至少会跟注我觉得55以下的对子弃牌，我觉得可以接受。但我回过头讲如果 bottom way race 被大盲3次下注，66都不跟注的话，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的意思是我连前10%的牌都不玩前10%的范围是什么？55加跟 A10加，对吧？这是前10%。我在bottom way加注的频率，考虑到 ICM 至少会是一个40%、30几%到40%。如果我连一个前10%的牌都不玩的话，基本上就是我的弃牌频率远超过66%，就是我的2/3、3/4以上的手牌都不玩嘛，因为很简单嘛，55加 A10加是前10%的手牌，66都不玩的话，就是比10%更少嘛，所以你就会有一个过高的弃牌率那当然你说对手不知道，或者是有很多的理由，我不在乎。但这个是不允许。如果今天他们这个转播过了时间之后，我看到我的对手面对我的3次下注，把66给弃牌在bottom位，我基本上我会认为以后只要是这样子的情况出现，我不用看牌，我就3次下注。我只要被跟注、被4次下注，我就放弃。我觉得我不用看我的手牌，我光是这样子打，我就可以自动获利。有打算来大陆打比赛吗？其实我以前还蛮常去的，但后来比较少。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太多的情况很不确定。既然有中国的玩家，那我们就来讲一下中国的赛事比较多，就不确定嘛，就我怕不给钱嘛，我怕你不给钱嘛。当然你可以问我说，我有没有遇到不给钱的？我有遇到被整组端走的，算不算？100万赛进了 Day 2 4倍均码，
1毛钱都没有，进了前圈，你敢想象一个比赛进了前圈1毛钱都没有吗？不能够接受。中国赛事呢正选，但我觉得如果中国赛事挑一些好一点的地方，比如说如果你没有去过海南海南岛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还有点像是度假胜地就一个岛，然后很多的很漂亮的旅馆有那种风景很漂亮的，然后可以去娱乐。我觉得体验不错，我觉得没有去过的玩家，我会建议可以去看。我自己是觉得比较是符合一个不单纯是打牌的行程就有点观光。AQ 25个大王直接 all in 绝对没有问题。AQ 更不用讲对上这个筹码最多的玩家，范围宽到一个爆。这边的 A9 可能会有很多种策略，我觉得它可以跟注，它可以3次下注之后弃牌，它不能够直接 all in。我觉得30个大盲有效，因为对上大盲位还在。A10 我们又这个就是一样的状况刚刚那个玩家66没有玩，他这边 A10，如果他是同样的玩家，他 A10 也不应该面对3次下。你看他选择跟注。跟注是对的因为跟注这本来就要跟注不你 A10 都不跟，你要玩什么牌？所以换过头来，刚刚那个66弃牌绝对是太夸张了，太夸张了这个下注我觉得有点太小，我觉得有点不符合这样的状况。应该是说，就算你的筹码少，很简单嘛，它这个下注尺寸就是让 bottom 位的 KQ、KJ、QJ 都是必须要跟注，不讲正门花跟后门花，就是单纯的2张高牌都要继续A9 我在想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相对来讲很明确的放弃，他这边能够有摊牌价值，bottom位的 A 叉也会过牌我觉得这个手牌慢打很合逻辑因为他不怕合牌开高牌对吧？他不怕合牌开 JQKA开 A 更爽，对不对？那合牌的话，我会觉得他如果转牌过牌的话，我觉得合牌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大尺寸下注，小尺寸的下注我觉得不符合逻辑他可以选择一个更弱的我觉得我很喜欢一个逻辑是什么？当然，你今天踢脚越好的时候，选择的下注尺寸越大，当然不符合逻辑嘛，因为对手跟注的时候，你赢率更高嘛。一对75个大王直接 all in， 我觉得这手牌可以 raise call in原因是因为它的筹码量不尴尬变成是 A10同花很尴尬。我觉得 A10同花应该是要去为什么？跟大家解释 A10同花为什么要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得到 KQ 同花，看得到 KJ 同花，看得到同花 A9 跟同花 A8，所以我觉得 A10同花要跟住当然它可能比想象中的边缘，这个是事实这个是事实。但我觉得赢多输少 ，AK 不用演了，好不好？我觉得 Adrian 在这边打得很好他刚刚在这边反而就没有直接 all in， 因为他知道。当今天现在的小盲位，刚刚的大盲位，他的筹码量是最少的时候，相对来讲他的压力就小，因为他今天筹码是最少的时候，代表是他不拼，他也是最快出局。所谓的 ICM 压力大是指说，当他今天筹码量是排第3有人筹码量排第4，他在排第3的时候，他可以给排第3的玩家最大的压力，因为他知道这个对手不希望在第4名之前出局，所以刚才的压力跟现在的压力是不一样。虽然说他还是可以给他很多的压力，但是他选择了一个2.7个大盲的加注，还是可以有很高的几率赢下底池。但是被反抗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手牌是不行。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情况的判断，我觉得就是一个处理非常好的玩家。非常有创意的 check raise， 我觉得符合逻辑但是其实我觉得蛮危险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对方的 Q 很多，再来就是 bottom 位的9也很多。然后我觉得 J8 考虑到 ICM， 考虑到你的赢率要高一点的话，我觉得 J8 不符合炸虎的逻辑。我觉得比较炸虎的逻辑应该像是 KJ 跟 K10， 我觉得好很多，就是以一个单纯的卡顺多一些高牌我觉得比较符合这样的逻辑。当然这个情况下不知道重 K 会不会赢但我认为大部分会。又或者说 J8 如果他今天是有同花有后门花，我觉得更符合我们刚刚这样讲。我觉得这个 J8 翻牌的 Chocolate 炸虎不是很理想。这个 Adrian Matias拿 AK 还不干死你这个合牌他一定跟住，不要讲 AK， 他只要有2张9以上的牌，任何的手对2张9以上的牌 ，KJ K10 10J A10 AJ AK 8877他都会跟住，任何的9不用讲废话3条，任何的 Q 他都会跟住，基本上你拿不到好处。他会弃牌的只有什么 A8 以下的手牌，然后不同花或者是没有后门花。他如果是同花 A8、A7 有带后门花的，一定跟住这个也符合预设的逻辑